这里呢是中国的西藏阿里地区，全中国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。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点呢，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崖，在这儿呢，海拔高达5830米。吊神，怎么样？在这儿吃顿饭，够不够硬核？够不够硬核？跟你约顿饭太费命了。而这里呢，是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，全世界内陆海拔的最低处。在8月份呢，这里的平均气温接近40度，而地表气温更是接近70度。所以你们说，在这里吃顿饭，够不够硬？够不够硬我不知道，但跟你吃个饭，命得硬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小周，我现在在我们新疆的乌鲁木齐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挑战中国最硬核的2顿饭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要从中国海拔最低点去到我们中国海拔的最高点，要从新疆一路开到西藏。当然，这个苦不能我一个人吃。为什么安排这么早啊？我天啊！我听说小陈今天不光光要接受这个美食挑战，对，还要带我挑战一下自驾。咱们带你看风景的同时呢，再完成一个小挑战吧。做一怎么个个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什么来着？小挑战，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这趟美食之旅确实是我们有史以来可能是经历过最硬核的美食挑战，3000公里，7天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出发。我们整个的这一趟自驾行程呢，其实是分为了7天的时间。今天第1天，我们要去到我们中国内陆海拔的最低点——吐鲁番的爱丁湖。我们刚刚呢一路呢从乌鲁木齐自驾了差不多300公里，现在呢来到了吐鲁番的爱丁湖。这个地方呢被全世界人所知晓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是全球内陆海拔的最低处，最低点呢是负的海拔154米。所以爱丁湖到底长什么样呢？带你们看一看。那片地方呢就是爱丁湖了。现在整个爱丁湖呢，因为是夏季的枯水期，这个地方几乎呢是已经处在一个干涸的状态。然后呢，大概也就几厘米深吧。但是非常逗的是，上面写了一个水深危险，请勿靠近。今天顺便要干件小事儿，破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这个是一个 GPS， 这里面也装了个 GPS， 只不过这个吉尼斯记录人员那边已经给它封掉了，然后把它放到车里面。我们来做一个挑战，这次挑战的就是驾驶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最大海拔差的一段路程。上车来。耀生同学，哎，咱今天开了这么久的车，今天不得吃点特色的东西吗？吃什么呀？烤全羊，嘿嘿，准备好了吗？迫不及待了。走你，带你们去看一眼啊！这种硬核的餐厅，它的后厨什么样子？走。这个呢，就是咱们一会儿呢要上的那个烤全羊，然后师傅呢在这儿已经切成小块了，这边呢撒上孜然，然后撒上一些料，同时呢这边也在烤一些羊肉串。怎么样？咱们今天这顿饭硬不硬吧？非常的硬这个呢是直接从他们那个后厨切好了拿过来，论公斤卖啊！对，我这得有接近2斤多肉吧？试试呗。啊，试试。我先找一块肥美一点的，换一个，干一个来。哇，该说什么词儿？我们视频间所有小伙伴都知道的 ，JUICY。juicy。说词儿啊！我跟你讲，好吃的东西根本就来不及说词儿。你以为只有烤全羊吗？哎，来到新疆不得试试烤串吗？哇，这味道！碰一个，碰一个，来，叮。哇，它就肥瘦相间，特别的 juicy， 完了，极其的鲜美多汁。后面不会超过这么硬的饭了吧？今天这顿饭可能还不是最硬的，都这么硬了，还不是最硬的？其实最硬的一道菜是什么？就是你听说过烤骆驼吗？听说过，没吃过。我也没吃过，这不正好吗？是吧？对。如果说咱们视频的小伙伴点赞破25万，甭管是迪拜还是国内，敢不敢跟我去？可以，硬核之旅嘛。欧了吗？连载呗。哎，欧不 OK？O 不 OK 啊？哦哟，来到咱大新疆，不得体验一下，是不是新疆的面食嘛？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剩下是我的呗。啊，可以。我觉得新疆的面条
和咱们之前吃的面条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它，你没发现它特别弹吗？很 Q 弹。对，没错。就是我们刚刚在后厨，然后那个面条拉的特别的长。如果你站起来的话，其实这个面条，你看能有这么长。那这顿饭吃完，咱们接着看，接着看。今天呢是我们自驾行程的第2天，你们看我现在身后的场景是不是不太一样？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沙漠，世界第2大的流动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。直译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走进来之后走不出去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其实想建一条高速公路是非常困难的。一起风之后呢，那边的整个沙丘呢就会随着风向然后吹过来。这边呢种了很多的这个植物，这个植物的作用呢就是来守护这个沙漠。如果没有做防沙的话，其实这个高速公路隔一段时间呢，很快呢就被这个沙漠给吞掉了。这已经不是我第1次来到新疆了，但是每一次来都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。说句实话，今天的这个一键3连，小伙伴们不要送给我，送给这大美的风景，送给这大美新疆。今天这一天呢，我们要从新疆去到西藏，有798公里，要开16个小时。目前的海拔呢是1426米，这一路呢海拔在不停的攀升，我们只开了差不多40分钟吧，海拔呢已经来到了2038米。我们今天的这一段路呢，沿途呢都能看到很多的岗哨，不停的告诉你这个地方要停车休息，要等待，因为海拔攀升的非常的快。现在呢，其实只开了全段路的1/6左右吧，我们现在只来到了这儿。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进藏的第1站816勇士之路。过了这个服务区之后呢，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西藏了。然后呢，还需要连续再开10个小时。现在呢是快要接近中午的时间，11点49分，海拔呢已经接近4500米。到了这个海拔的时候呢，雪线就已经出现了，已经开始出现了皑皑白雪。我们昨天一路呢从新疆的民丰县，然后呢穿越了整个羌塘的无人区，现在呢来到了216的腹地改则站的最后一站。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先过来干嘛呢？先取个证。行，我就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对，给你们看一眼，羌塘腹地，红色改则，勇士证书。这个是中国4大无人区唯一可以合法穿越，所以呢，上面有写。恭喜你穿越了中国4大无人区唯一合法的穿越路线。昨天呢，我一个人，真的是一个人呢，开了16个小时的车，我的天！硬核的晚饭还没有吃上，但是个人吉尼斯纪录算是达成，对不对？感兴趣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自己挑战一下啊！无人区。我们这儿马上要接近5800米的海拔了，然后但是前面遇到了障碍，给你们看看，因为最近那边天气比较炎热，再加上下雨，山上的雪化了，再加上暴雨的原因，现在已经没有实体的公路了。那边呢有一些村民，还有一些保障车队呢在试图修复那边的公路。这个地方的海拔呢是5400米，所以你们看我讲话其实是一句话得分成2句话讲，尤其是当你走路的时候。距离我们挑战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只差最后500米了，但是这500米能不能过去，真的要看天意了。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我们一路呢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，中国内陆海拔的最低点，现在来到了咱们中国西藏汽车能够抵达的最高海拔的垭口——拉琼拉垭口。这里呢海拔5830米。现在呢，工作人员把 GPS 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哈，现在的海拔是5849米。小小拉琼拉垭口，轻松拿下。哦，我们打卡完了5830米的拉琼拉垭口之后呢，又开了差不多10个小时，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一趟行程的最后一站的目的地
日喀则。来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带你看一个。我们今天去打卡的这间餐厅呢，就在我的右手边，你们看看，就是这间了。看过去就非常的有藏族气息、藏族文化的一间餐厅。最后的这段路呢，我开的比较快啊，然后小陈呢在我们后面，现在还没有来，所以呢我们先进餐厅，先把菜点，然后呢看看最后的这个硬不硬，能不能够震撼到你。走。我觉得这个餐厅呢，一走进来，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餐厅非常正宗。我身后的这些食客全部都是当地的藏民。终于来了，菜都给你点好了。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点的是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呢是当地特色的，这个叫牦牛肉火锅。我吃过，但是好像没有这么丰富啊。这个呢应该就是牦牛肉，然后这个是鸡蛋，这个应该是腊肉，这个是牛舌。来尝尝，哇。我给你形容一下啊，绝对比你自己的舌头还要嫩，这牛舌，这料汁也特别好吃。它那个牦牛火锅啊，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火锅不太一样点是，它是把东西先放里面煮。哦，还真是，发现没有？所有的这个精华都在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全部融在这个汤里面，还带着点飘零。尝一下羊排，我来帮你切了啊。好，他们当地的羊排呢是一整条，好软烂呢。这个是藏北地区的羊排了，它旁边呢配了3种不同的料，然后基本上呢都和辣椒有关，所以能看得出来，其实西藏人民还挺爱吃辣的。哇，行吗？咱就来块大的呗。来，甭客气，来，新疆的羊排看过去要烤得更干一些，对，这个明显就带了汁水了啊。这个怎么说来着？juicy 嘛，必须的。给小陈老师一个入嘴的画面。小陈老师再来一口。没劲儿了，嘴里没劲儿了。新疆的羊比较偏瘦，但我感觉它这个像健身房练过似的。我觉得西藏的羊排和新疆羊排确实有一些不一样，我觉得跟他们这个羊的生长环境有关系，不同环境生长出来的羊，造成他们的口味上其实有一些区别。没错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，好吃吧？这是真残酷。哎，这个呢是当地的最具特色的主食了好，这个叫做糌粑，咱们拿手套，然后呢抓住之后，抓起之后给它捏成一个形状，对，然后咱俩这次开了差不多有7天吧。对，这个兄弟之前怎么着也开出来了。你给我捏一个，我给你捏一个。你做个漂亮点的形状啊。我有寓意的，我这也有寓意的。你这个啥？这是珠穆朗玛峰。我看你怎么给我解释这个。你知道西藏有一个特色的串叫天珠，像不像？有没有？这个是特色主食来的，这个是用青稞做的。哇靠，贼干！嗨，现在终于知道说啥重了。咱今天重头戏，说句实话，这道菜我是在网上看过很多次，别人吃，看过这道菜吃法的人，大致的都应该知道它有一个标准的台词，然后咱就不讲了，然后我就给你直接浇上，行吗？它的里面呢是当地的特色辣椒酱啊，藏式辣椒酱。它这个羊头呢是直接水煮的啊，水煮之后呢上面做了一些调味儿。从哪儿开始入口啊？这个玩意儿得从羊脑开始。我操，这个真的有点重口。哎呀，还好，一点也不腥，腥吗？不腥吗？你就是辣椒酱得蘸的，你不蘸酱就是真的有点重口。哎，仔细嚼会有一点猪肝的味道。吃过鸭头吧？就鸭头里面那个鸭脑跟那有一个味儿，只不过这脑子跟鸭头一样大。其实这个头啊，你来这儿都不是重点，养眼睛。那个我真不行。行了，放哪儿。我操！石头剪子布，输的吃，赢的吃。赢了嘞！3、2。这真不是剧本，这所有手机都举着呢，这绝对有戏。你看你笑的。我们视频小伙伴有没有吃过羊眼睛的？有没有喜欢它的？弹幕前刷个1好评。爷爷，你们口味真重。啊！其实也没有很难吃，就是你如果不想这些眼睛那个部位的话，你不会觉得恶心，就还可以。它有点像五花肉的感觉。好，那视频的最后呢，就是想说呢，无论是我们这次从新疆还是到了西藏，这一路呢，真的是见识到了最美的风情、最美的人，还有这里最好的美食。所以呢，也呼吁视频小伙伴，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
也记得可以来新疆或者是来到西藏来打个卡，来体验一下在这里的特色的美景和美食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期全部内容。喜欢我们视频呢，记得给我们视频点3连。那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